如果将费城和中国的一个城市类比，我想应该是西安。费城早期的规划，街道横平竖直，街口交叉都是直角，很像长安。这里重要的历史和文化景点很多，是美国旅游必须走一走的地方。2022年暑假，疫情过后，我们全家在费城住了2周。之前和之后又做了些功课，尽量做一个完整的达克型费城系列。景点的选取有我个人偏好，但是都是很经典的地方，也都是列入国家历史地标的保护单位。各位看官可以根据自己的日程安排选取，即使不能去，也可以通过视频弥补遗憾。这里曾有宾州创始人威廉·佩恩的宅邸，他是英国一位皇家海军将军的儿子，因为英国国王欠了这位将军16000英镑的债，决定将纽约和马里兰之间的领地作为偿还特许给了佩恩。以往指定以宾佩恩 Penn 的名字命名这一地区，小佩恩请求同时加上了西法尼亚，也就是林地的意思，所以这个词合起来的含义就是佩恩的林地。富兰克林自传记载，1723年10月，17岁的富兰克林只身从波士顿搭船来到费城。第一天人地生疏，稀里糊涂地跟着许多衣冠楚楚的人走进了一个巨大的开会的场所。他在他们中间坐下，四面看了一下，也听不见有谁说话，因为实在太累，就睡着了。后来直到有人把他叫醒。事实上，富兰克林参加的是贵格会的一次活动。贵格会是基督教新教的一支。贵格会不相信宿命论和人有原罪，认为人自己带有领悟神旨意的能力，可以通过个人的领悟得救。贵格会内还男女平等，没有牧师和仪式，主要是靠会员聚在一起默祷，如果有感动就起身讲述分享。贵格会的这些信仰和做法在英国和新英格兰地区都受到排挤。佩恩是一名虔诚的贵格会会员，佩恩得到特许后，希望将宾州建成新的殖民地，也是贵格会和其他教派的避难所和新大陆。1682年，佩恩到达宾州，开始规划新殖民地，这比麻省和弗吉尼亚都要晚几十年。费城是经过佩恩仔细规划和设计的。费城这个名字在希腊文中的意思是有爱的城市。费城选址在特拉华河和斯库基尔河的交汇地方，特拉华河流向大西洋，斯库基尔河则向西进入美国中部。在以水运为主的时代，位置非常理想。同一时期，康熙刚刚平定三藩，施琅正准备收复台湾。佩恩的规划是面积为1200英亩的长方形城市，每户留有足够的空间做后院，种植瓜果蔬菜。这样规模的城市在当时的北美殖民地面积是最大的。和其他北美早期殖民地一样，宾州在欧洲大做广告，吸引新移民。宾州宽松的宗教氛围，相对温和的气候，以及平坦广袤肥沃的土地，很快吸引了大量欧洲移民。宾州土地适合种植和畜牧，今天开车在宾州行驶，耕地和牧场还比比皆是。1704年，一位瑞士的贵族到北美旅行，他写信给瑞士家人介绍费城，这里比其他地方，比如波士顿，在信仰上开放自由，物价也很便宜。富兰克林到费城第一餐要了3便士的面包，结果摊主给了他3个又大又肥的面包卷，让他非常惊讶。1750年，一位瑞典的旅行者称，费城居民在家里就如欧洲的国王一样自由。威廉·佩恩还值得一提的是他和印第安人签订的条约，通过购买从印第安人那里得到土地，在佩恩领导期间，新移民和印第安人和平相处。尽管佩恩曾是北美殖民早期拥有土地最多的人，因为疏于管理和儿子爱好赌博，晚年回到英国的佩恩财务上一塌糊涂，最终在身无分文中过世。宾州人民还是非常感念佩恩的开拓精神，如今高耸在费城市政厅上的雕塑就是威廉·佩恩，这种铜雕塑高11米，重27吨，在费城很多地方都能远远地看到。而普通的美国人也非常熟悉这个形象，贵格麦片的标识就是以佩恩为原型的，他想传递贵格教遵循的
正直、诚实、纯洁和坚强的原则。方圆大约2平方英里的费城老城区有很多景点，拿出大半天时间步行一圈，能穿起美国从独立到近现代很多重要的节点。除了一些手册上的介绍，我们还有幸找到了一位那个时代的导游本杰明·富兰克林。他的一生经历了18世纪，几乎见证了费城的重要事件。在他的自传中有很多对当时日常生活的描写。我们的起点从特拉华河边开始，河的中心线是宾州和新泽西州的分界线，来往的车辆下高速后就可以找到停车的地方，存车费比纽约要便宜。我们选的是 Old City Parking 的停车处。走路不到5分钟就是第一个景点阿尔弗雷斯小巷。如果不准备参观巷里的博物馆，去小巷打卡的时间可以非常灵活。我们有一期单独介绍小巷的视频。小巷外面是消防博物馆，这里曾在1898年建立起消防站。这座房子建于1902年，一直使用到1952年，在1967年改做博物馆。博物馆的目的，一是做纪念，保存一些过去的文物；二是宣传防火知识，预防火灾的发生。博物馆是免费开放，鼓励自愿捐献。费城是美国最早成立自愿消防队的城市。1735年，富兰克林曾发表文章，提出对火灾的担心。他自己亲身经历了在屋里搬动取暖煤炭，炉灰掉在地板上，半夜复燃的惊心动魄一幕，认为对火灾必须有所防范。1736年，在富兰克林的提议下，成立了第一个消防组织——联合消防公司。说是公司，其实是一个民间团体。公司位置就在离博物馆不远的地方，立有纪念牌。当时有30多人自愿参加，成员买了结实的袋囊用来装水，还有一些装东西的筐，存放在固定点，以备遇到火灾时及时取用。这些义务消防员定期训练，商讨灭火技术。这种方式很快在各地推广开。这些带数字的牌子代表成立在各处的消防站。人们之所以重视消防，一是当时照明、做饭、取暖都靠室内的明火。我们在康州一栋1650年的房子里看到墙板上蜡烛烤出的痕迹。第二个原因应该是1666年伦敦连着烧了3年大火的惨痛教训。那场火灾烧毁了13000多家住户，87座教区的教堂。后来很多早期移民到宾州的人都有很深的记忆。1871年3月15日，费城正式组织成立了支付薪金的费城消防局。当时有355名队员，20多部消防车。博物馆里最吸引人的是早期的消防设备，比如取水车。这是1858年费城一家造船厂生产的蒸汽消防车，水泵每分钟能处理900加仑水。操作这台消防车只需要3个人就可以，之前需要50个的人力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。博物馆还有大量的工具和装备，一些消防队员的事迹，还有一面纪念墙，纪念自1871年来在抢险救灾中遇难的消防队员，包括911恐怖袭击中费城赶去纽约支援遇难的队员。1695年，39个家庭联合在这里成立了一个基督教会。当时费城是对宗教宽容的地方，虽然北美早期移民很多是清教徒，宾州总督佩恩允许英国国教牧师在费城建立教会。第2年，他们新建了一座小型木质教堂。20多年后，成员增多，小教堂场地不够用，于是决定建立新的教堂。教堂的主体建筑兴建于1727年到1744年，1754年增加了尖塔。这座教堂是当时北美最高的建筑，有60米高，也是目前保存最完好的18世纪建筑之一。教堂是乔治亚式建筑风格，对称、古典立面、拱形窗户、带凹槽的柱子以及木质长椅，显示出内饰的简单优雅。1697年从伦敦运来的洗礼池仍在使用。美国独立运动期间，
15位独立宣言、5位美国宪法的签署人都是这个教会的会员。最著名的是富兰克林。费城作为美国首都期间，华盛顿也是这个教会的会员。他们做礼拜时的座椅现在都标有记号。教堂的墓地也埋葬了包括富兰克林在内的很多知名人士。不过，读富兰克林自传的时候，他在书中谈到，因为觉得牧师的布道和他的理解有差异，他虽然认为做礼拜很重要，还写了很多祷告词，但不经常参加礼拜活动。基督堂至今仍在使用，每周日都有礼拜，而且实现了网上同步播出。平日教堂是对外开放，可以进入参观。我们去时，也许是疫情原因，吃了闭门羹。这是1797年建成的美国第一银行大楼。银行成立于1791年，是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力争成立的，而且只有20年的特许经营权。美国建国初期欠下了大量为独立战争发行的债券，而联邦政府也没有征税和发行货币的权利。很多人也认为国家银行是对民主的威胁，一直反对。总统华盛顿要求赞成和反对的双方用书面的形式陈述利弊。汉密尔顿报告称，国家银行能积极有效地增加和动员国家的资本。汉密尔顿观点说服了总统，同意成立第一银行，也是联邦政府的国家银行。第一银行成立后发行纸币，替代流通的各种金银币，起到了稳定币值的作用。银行初始资本1000万美元，其中20%由联邦政府认购，其实这钱也是银行贷给政府的，其余开放给私人认购，其中外国投资者占了70%，为美国早期引进外资做了很大贡献。第一银行也是美国财政部的结算和税款的存放机构。银行还贷款给政府和企业，利息限制在6%，贷款的项目都是风险小的项目。第一银行也是美国首家在多个州设立分行的金融机构，以往各州的银行不能跨州设立分行。第一银行并没有现在中央银行的功能，不能制定货币政策，不能监管私营银行，也不是最后的贷款人。第一银行更像是财政部的出纳机构。紧挨这座大楼的就是当年美国的财政部遗址，步行到汉密尔顿的办公室还不到2分钟的距离。因为美国宪法中没有对国家银行的明确条款，反对国家银行的人，包括后来的总统杰弗逊，都认为国家银行是对新共和国自由和民主的威胁。国家银行也取代了一些州银行的业务和生意，遭到各州银行的反对。在第一银行20年特许到期后，1811年，美国国会众议院以65票反对延期，64票同意延期，参议院以17票对17票的相同票数，以1票之差，没有能够得到延期。银行停业后，费城商人斯蒂芬·吉拉德买下了银行的大部分股票和这栋建筑。吉拉德是从法国赤手空拳到美国发展的移民，从水手做起，最后成了美国第一个千万富翁。后人计算他是美国第5大富豪，还在勒克菲勒、卡内基、范比尔德和阿斯特之后。1955年，国家公园管理局买下大楼并成为办公楼至今。疫情前曾筹款将大楼改作博物馆，计划是2022年开放，我们去时还在维修。这栋建筑是希腊复兴式风格，在顶部的3角梅饰上雕刻着一只巨大的鹰，象征着美国的强大和希望。走在大理石台阶上，抚摸着圆柱，虽然都有些剥离的碎石，但仍能体会到当年的庄严和气派。第一银行停业5年后，因为经济的需要，国会又批准成立美国第二银行。第二银行的大楼在独立厅不远处，多年前曾误打误撞，没有任何准备参观过，这次去时正在闭门维修，等有机会再弥补上遗憾，看个仔细。费城是重要的贸易中心，宾州建立比麻省和弗吉尼亚都晚一些。早期殖民地的土地已经得到开发，也有固定的作物产出，这让宾州的土地相对便宜，能吸引移民。开发后的宾州主要集中种植麦子和畜牧业，
这些产品的交易也让费城成为农作物的集散地。费城在1836年以前也是美国的金融中心，当时美国第一银行、第二银行和宾州银行都是资金家底雄厚的金融机构，尤其是第一、第二银行是联邦政府存放资金的地方，这也决定了费城的资本市场中心地位。早期各种商人聚集在独立厅附近的一些小旅店、小酒馆谈买卖。随着经贸的发展，需要场地更大的交易场所。1831年，购买第一银行大楼的斯蒂芬·吉拉德提议修建一座集金融、贸易和邮政一体的商业大楼，为此他们成立了费城交易公司。中心修建于1832到1834年，与独立厅、基督堂和木匠厅等乔治亚式建筑风格不同，招商中心是希腊复兴式建筑。这种建筑是美国建筑师首次尝试一种自己的风格。古希腊的民主精神深深影响着刚刚独立的美国知识分子，他们在设计中继承大量古希腊神庙的样式和元素，以体现独立的美国摆脱远离英国影响的愿望。招商中心、第一、第二银行大楼都属于这样的建筑风格。大楼落成后，很快成了费城的商业心脏。大楼里有商贸公司、海事保险公司、费城交易委员会和费城证券交易所。纽约证券交易所成立时，曾专门到费城交易所学习取经。大楼一层还有美国邮政局的办公营业厅，是美国第一个出售邮票的地方。这里又是费城的公共交通中心，开始是公共马车，后来是有轨电车，都以这里为重要的中转站。现在这里是国家历史公园管理局总部，里面有一个小角落对外开放，供人参观。上车吧。